那结界墙壁外便是一片紫色的花朵，必然便是界善仙口中的紫梦升天。只是紫色花朵覆盖面积虽广，可覆盖密度不高，简单来说，已被采集走了大半。不过楚风更多的目光还是集中在那七界仙宗4个大字之上。七界仙宗，我记得之前攻打祖武天河的远古种族中，不是还有一个七界仙阁？那是不是还有七界仙殿、七界仙府、七界仙门、七界仙派啊？这些界灵师真是野心大，看来都想做七界之主啊！淡淡笑眯眯的调侃着，而楚风则是看向界善仙前辈，可曾听闻过这七界仙宗？没有，但这个名字便看得出来，我是猜对了。占据这里的远古种族，果然是一群界灵师，之前是没有这道门的，看来他们已经出世了。而且这紫梦升天，剩下的都是残次品，好的，应该都被他们炼化了。这七界仙宗绝对不容小觑。界善仙看着那些剩下的紫色花朵，面带遗憾。而听到界善仙的话，楚风也知道为何已经采摘大半，却又留下一些。原来剩下的都是残次品，但好像也能炼化吧。楚风走上前去，仔细观察后，对界善仙说道：“可以倒是可以，只是不知道这到底是不是无主之物。”楚风，无论怎么看，这七界仙宗都不像是弱者，在这里我们还是低调一点为好。我等一下询问一下，若是没有回应，我便直接炼化；若有回应，他们不让，咱们便不炼了。切记，强龙不压地头蛇。若是他们说了什么难听的话，你可莫要往心里去。咱们不是来惹事的，你懂吗？界善仙暗中嘱咐道。前辈放心，我脸皮厚，被骂2句也能忍。但是我记仇，如果他们敢骂我，我回头一定找他们麻烦。楚风说道。闻言，界善仙也是不由笑了笑。旋即便走上前去，对着大门恭敬的施以一礼后，才高声问道：“我名山杰，无门无派，是名钻研结界之术的界灵师。早就听闻这紫梦升天乃难得的修炼之物，特意来此，但不知是否是有主之物。”而界善仙此话一出，那门内竟真的传来声音：“这紫梦升天确实是我七界仙宗所种，但放在这里，本就是公事人来取。你若有本事炼化此物，你便炼化，就怕你没这个本事，反而中了这紫梦升天的毒。丑话说在前面，你若中毒，便只有死路一条，我们可不会管你。”那门内的声音也是一名女子，虽然她音语可以炼化这紫色花朵，可话语之中却有着几分轻蔑之意。行，知道了。界善仙没有再道谢，脸上也全然没有了先前的恭敬之色。从他的语气中，楚风能够感受到界善仙是有些生气了。与此同时，界善仙的暗中传音也是映入楚风耳帘：“楚风，你别展示结界血脉了，这些残品我自己可以炼化，你在一旁等我即可。放心，花费不了多久时间。”听到界善仙的暗中传音，楚风便乖乖站在一旁。随后，界善仙施展秘法，只见结界之力覆盖全部紫梦升天。界善仙没有任何留手，楚风一眼就看出了这秘法的强大。都说了，紫梦升天有毒，你不小心一点，反而直接炼化全部，是不要命了不成？结界门内，那女子声音再度传来，看来她的眼力还不如楚风，并没有意识到界善仙这秘法的厉害。无知之人就是喜欢作死，何必管他？但紧接着，一名男子的声音也自结界门内传来，那是一个老者的声音。也是能力不足却又贪婪，确实是这些无知之人的通病。罢了，喜欢找死便随他去吧。那女子回应，话语之中也尽是鄙夷，就连先前的话语也更像是训斥，而不是关心。这些远古种族真是令人生厌。哪怕那些人不是在说楚风，可淡淡也听得不爽。至于楚风则是不语，而是观察着界善仙，因为楚风注意到界善仙的脸色都变了，他的怒色已是浮于表面。至于结界门内那一老一少一女一男，则是很快便不说话了。楚风能够想象出他们的表情，想必他们也是颇为吃惊，因为界善仙不仅直接展现出了一品天龙的结界之力，最关键的是，在他那秘法的覆盖之下，那些紫色花朵正在化作气焰，向同一方向汇集而去。前辈，你炼化的未免太快了，事后要不要装一下，装出中毒的症状？楚风暗中传音于界善仙。楚风担心界善仙引起的动静太大，这七界仙宗嘴上说这是无主之物，随便炼化，但却又因界善仙的秘法而动起了歪心思。区七界仙宗有何可惧？我就是要让他们见识一下我的实力。界善仙暗中传音于楚风，楚风猜对了。自打结界门那女子表现出轻蔑的态度之后，界善仙便上头了。前辈，您不是说强龙不压地头蛇的吗？咱们可不是来惹麻烦的。楚风还想相劝，你别说话了，他们算个屁的地头蛇，我倒是要看看我惹麻烦，他们又能如何？界善仙暗中说道。这界善仙怎么这么没脑子？你为他好，他反而对你……淡淡有些不悦了。他向来如此，管你是谁，敢对楚风不敬，淡淡便会不高兴。可楚风却并不生气，反而对淡淡说道：“我的女王大人，你之前说对了，这位界善仙前辈，别看年岁很大，但却较为单纯，平时还好，理智的时候也是很有分寸的。但只要一在气头上，立马就理智全无了。”楚风有些无奈，但却又觉得界善仙有些可爱。人啊，往往年龄越大越精明，这并非难事，吃的亏多了，自然也就长了脑子。反倒是如界善仙这般，活了这么大岁数，还能保持本性的，较为稀有。很快，界善仙便将所有紫梦升天凝聚成了一颗丹药。丹药入手，界善仙望向那道大门。紫梦升天不过如此，
下次多种点，重点品质好些，毒性大些的，不然没啥意思啊。界善仙竟还有一挑衅，且此话说完，便转身带着楚风快速离去，连对方回话的机会都是不给。前辈，要不咱们再伪装一些面容吧？楚风说道。伪装什么面容？还怕他们不成？他们有本事便找过来，我倒是要看看他这七界仙宗到底有何本事。抄我七界圣府名字，他们也配？对了，你也不许再改头换面，就这张脸，有事我给你撑腰。界善仙对楚风说道，且是警告的语气。楚风无奈，怎么他们两个在一起？这界善仙更像是一个小辈，但却也只能应道，听您的。楚风与界善仙走后没多久，七界仙宗的结界大门开启，一队人马从中走出，他们皆是穿着白色的界灵长袍，为首的有3人。分别是年轻女子、年迈的老头以及一名中年男子，而从3人眼睛能够看出，无论面容如何，这3位都是活了无数岁月的老怪物。中年男子打量一眼周围后，便看向那女子，怎么不将人留下？此话一出，不只是那女子，就连那老头也是面露紧张。看得出来，先前结界门内发出鄙夷之音的，便是他们2个了。他们2个也是在界善仙轻易炼化那紫梦升天后，意识到界山天不简单，所以才通知这位中年男子来此。大人，他炼化之后便走了，走得很快。那年轻女子解释道，其实他说的也是事实，界善仙确实走得快。在女子和老者还没从震惊中缓过神来的时候，界善仙已经带着楚分走了。可还记得长何模样？中年男子问。女子不敢犹豫，赶忙释放结界之力，便凝聚成2个人的模样，正是界善仙与楚风，只不过却是伪装后的样子。这普通的模样多半是伪装过的。中年男子面容越发冷漠，那女子与老者则是越发害怕，吓得连头都不敢抬。他们也知道他们失职了，可最终中年男子没有发火，而是下令去找，但不要声张，找到之后立刻向我禀告他们的行踪。话罢，其身后的所有界灵师便立刻动身，也包括那年轻女子以及年迈老头。至于中年男子，则是走到一处被炼化的紫色花朵旁，俯身抓起了一些炼化后的掺杂，目光凝重，却有着一抹惊喜。楚风与界善仙是要去凑热闹的，这很容易，毕竟路上到处都是凑热闹的人，随便打听一下便知道应该前往的地方。途中的人越来越多，自然是顺势打听了一下具体情况。这一打听也是得知，皇府天族果然就是原本占据这世界南方封闭区域的势力。皇府天族与那7界仙宗都是最近一段时间才出世的，就像是约定好了一样，出世时间相同。皇府天族更是曾离开这里，去参与了9天之巅，只是最终成绩不咋样，因此还被7界仙宗嘲笑，两方势力还因此起了冲突。那一战可谓惊天动地，虽未分胜负，可双方分别出现了天神修武者与天龙界灵师，这直接让其他人意识到，这2个庞然大物的确是他们招惹不起的。但人们也就只是知道，这2个势力分别有天神修武者以及天龙界灵师坐镇，具体是什么境界，他们都不知道。至于皇府天族此次的事情，他们也都是不知细节，只知道是皇府天族丢出消息说有至宝与众人一同分享，参与者皆能得到好处，但具体是什么宝物，具体是什么好处，皆不知晓。简单的说，询问了半天，楚风是啥有用的线索都没得到。唉，这位兄台，你可知道当今武者中最强的小辈是何许人也？是谁在那9天之巅击败了皇府天族的一众小辈？御空而行之际，一个尖嘴猴腮的男子对楚风问道。虽然楚风没打探到有价值的消息，但是大多数消息都是这个人说的。可还不待楚风回答，身旁一同赶路的人中便有许多人纷纷开口，这谁不知道？早就听说了，是一个叫楚风的。闻言，那尖嘴猴腮得意一笑，这楚风如今确实不是秘密，可你们了解他吗？知道他长什么模样吗？此话一出，众人纷纷摇头，他们无法观察到外面的情况。关于楚风的消息，还是皇府天族内部传出的，但是也有人说是7界仙宗传出的，毕竟7界仙宗身为界灵师宗门，很有可能具有观察外面的手段。不过如他们这些人只是听闻，自然不知具体细节。据说这楚风心狠手辣，惨无人道，谁看他一眼都要被挖出眼睛。那尖嘴猴腮的男子说道。哟，楚风，想不到你在远古种族也这般有名，而且传得这么狠呢。淡淡调侃的笑道。楚风则是颇为无语，自己哪里是那么不讲理的人，心想皇府天族真不是东西，这分明是恶意抹黑他啊。而那尖嘴猴腮则继续讲述，并且还是盯着楚风，兄弟，日后这方世界迟早会彻底开启，我们也将通往外面，而外面的遗迹数不胜数，我们难免会与当今修武者过招。我看你也是小辈，而那楚风也是小辈，说不定日后有机会遇到。若是遇到那楚风，你可务必要小心一些，记住，听到楚风来了，赶快跑，可千万别看他。而我这里恰恰有楚风的画像，你想看看不？看一眼，知己知彼，日后遇到也好转身就逃啊。尖嘴猴腮说话间，拿出了一幅卷着的画卷。哦，我瞅瞅。楚风说道。其他人也是纷纷看了过来，就连原本在远处没有参与这些话题的人，也是纷纷凑到了近前，他们也都想看看这个能够将皇府天族天才击败之人到底是什么模样。诸位，这是我花重金买来的，若是想看也行，总要花些钱财吧。尖嘴猴腮说道。那不看了。楚风摆了摆手，他又不是傻逼，怎么会花钱买自己画像看？可是在场的却有一个络腮胡的壮汉，直接询问价格。
得到答复之后，还真的交钱了。这位仁兄，你要自己看还是一起看？尖嘴猴腮问道。大家一起见识见识。那络腮胡倒是大方，此言一出，得到众人赞赏。好嘞，尖嘴猴腮也不怠慢，直接打开画卷。只是看到画卷内容，楚风则是一脸无语，而蛋蛋则是笑得合不拢嘴。那画卷上是一个皮肤黝黑、凶神恶煞、丑到极致的男子。有多丑？比这尖嘴猴腮还丑，丑到简直不像人，更像是一个直立行走的猴子。这楚风怎么长得这般丑陋？那络腮胡问道。丑是丑了点，但是很是凶狠。诸位若是日后遇到，可要躲着点走啊。尖嘴猴腮说道。确实，长得就不像善良之辈，想不到当代武者竟如此狠毒。众人看着那不是楚风的楚风，指指点点。兄弟，这是你自己幻象的楚风，自己画的吧？楚风忍不住对尖嘴猴腮问道。